分段分配，我是谭家龙，我是陈凤馨，我来带风向，我来跟风向，跟你晕头转向。好，现在全世界的风向就是川普当选这件事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震撼。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讨论的第一段呢，先来看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因为中美其实是一个大架构。那台湾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不客气的说，坦白说，它其实就是棋子，它其实就是筹码。那在这个中美大对抗的过程当中，台湾这个棋子会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川普时代绝对跟拜登时代是不一样，甚至于川普2.0会跟川普1.0不一样。那至于在其他的国际上面的影响呢？我就把它区分成为2种痛苦指数。痛苦指数最高的是亚洲的盟友们，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那么在痛苦指数呢，其次的就是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呢，欧盟它的痛苦指数其实也蛮高的。那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要来看，那么美国民主党为什么会输得这么彻底？哈，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介文汲介大使，江龙好，那个凤馨好，江龙好。其实你的驻外经验当中，美国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我在3个城市待过，我在华府待了3年半，那这个芝加哥4年，哇 ，Kansas City1年，有8年半，青春都在。对，好，第二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正亮，亮亮，好，对，好，我们就先从中美台之间的关系当中呢，中国大陆呢，其实很快的向川普呢发了贺电哈，这个贺电当中其实有2个大重点，第一个是呼吁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12字诀。后面呢8个字说和则两利，那斗则俱伤，大概就点清楚了中美之间。那么中国大陆希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当然川普到底接不接招，这是我们后面可以来观察的。那台湾这个地方呢，昨天开了紧急会议啊，然后来预估台海的情势，说短期之内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是的，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国安局长说啊，美国的联台制中的策略是不会变的。但是大家仔细去想一想，他的目的是制中，也就是他要去抗中。但是联台的目的是为了抗中，而并不是说台湾真的跟他是什么样子的价值同盟的盟友。这一点其实是从他的话里头就已经点得很清楚了。好，那这个川普呢上台了之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够没有台湾。真的是如此吗？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台积电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那么究竟它的晶片法当中的补助会不会被取消？现在彭博报道说呢，这个华府就是担心川普可能会取消这个补贴，所以快马加鞭，然后跟台积电啦，还有革新，就是格罗德范德呢，他们的这一个补贴案呢，做最后的磋商，已经磋商的差不多了，希望能够赶在川普上台之前就先签好具有拘束力的协议，这样就不会影响台积电，是不是如此？要如何看这一个整个的台积电的未来？好，我们首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去看这一个中美架构下的中美台关系？我想就是说，基本上啦，这个川普的重点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嘛。他一方面除了施压，一方面也要人家的合作，不可能只有用压力可以换取啊，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他提出很多谈判的这个标准出来啊，那都是要跟中国大陆进行谈判的。大部分都是谈的是经贸问题，没有任何国际政治还有这个安全的角色啊。所以我想他在乎的跟中国大陆在乎的，不是中国大陆在经济，不在这个安全跟这个外交上，还有国防上的越来越重的比重啊，在国际政治里面，他在乎的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就这一点而已。所以他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聚焦的一个领袖。那他别的事情，对他不重要的话，他不会花很大的精力的。然后他对国际的局势的这个怎么看法呢，也是很现实的，也就是看你有多少实力，然后呢，怎么样来对待你。那我们会看的认为，就是台湾在中美关系里面扮演极重大的角色啊。可能在川普的眼光里，
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的很多话都被过去他的这些属下都给他掀出来了，对不对？约翰 John Bolton 讲清楚嘛。川普说台湾，讲到台湾的话，这是一张桌子，台湾就是这个笔的笔尖，这就是他对台湾的认知啊。那他在这个选举中讲了好几次台湾，那基本上他对台湾的观点也是经贸观点。第一个，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业，偷了啊。第二个台湾这个想打仗要打仗，那台湾应该自己把它的军费增加到 GDP 的10%，这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答案都已经有了。另外一方面还要查证的就是说，他批评共和党，还有一些美国华府有一些人他们脑袋里每天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好像只要关切什么俄乌战争，还有台湾，这不是美国的重点。对，这都他自己嘴巴讲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要了解美国未来的走向，要了解川普的想法，因为我认为川普已经是美国的普丁了。普丁在俄罗斯是什么角色？川普就是在美国未来什么角色？因为美国人说川普普丁不是俄罗斯不民主？对不起，普丁也是俄罗斯人一票票投出来的，对不对？普丁在俄罗斯现在什么角色？一言九鼎啊，哪有什么反对力量？普京87%当选，87%。那你今天川普问题就变成还不到51%，51%问题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他讲说为了这个大难不死这是意思是说上帝放过我的生命是有原因的。这句话已经有君权神授的这种使命感了，所以我认为他会是一个非常威权的一个政府美国有史以来最威权的，一切以川普的这个意志。然后现在大家讨论说他用谁，好，第一个出来了他的幕僚长是 C. Wells， 他是不讲话的人他没有他自己意志那这就是川普喜欢的人，所以我们在讨论是吧？马上要讨论说他要任命谁当什么长？我认为他接下来的这些幕僚就跟普丁，就跟这个普丁下面的这些部长什么重要的这些职位官员一样的角色。那只有川普一个人的意志贯彻，那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川普的大交心时代，就是他这次选举的时候谈到的很多问题。那我们当然今天你说的大交心时代是指说他接受那个 Rogan 的访问吗？所有的，包括他的演讲，他讲的非常多，每一句对台湾讲的话，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位他认为是少有的天才，不世出的天才，马斯克。马斯克怎么看台湾？马斯克提过2点，他说第一个，为了两岸的和平，为了世界的和平，台湾最好的出路就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对。第二个，他说中国历史上打了很多的内战，都很残酷。他说三国时代70%的人都打死了。他说可是中国不太侵略其他国家，打起内战是很认真的。前提他说对中国人来讲，台湾就好像夏威夷对美国。他说这个比例可能台湾对中国来讲，可能比夏威夷对中国更重要，更近。对，所以呢，这是马斯克赏识的人。那另外还有一位川普赏识的人，川普赏识的人马斯克，还有一个人的讲话要注意，就是川普认定他的继承人。我认为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在当他选副手的时候这么认真的就已经在栽培一个接班人。你说贝斯吗？你去看美国历史上很少。那个当年这个罗斯福找杜鲁门，他就是不要导弹就好了，就是地域平衡。那结果他居然当了美国总统，这是个意外。可是那是罗斯福走了，所以罗斯福可是杜鲁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另外一段。可是你看他今天选的这个彭斯，这 Vance 他基本上他讲过很多次，他说他当年在战场上看他的年轻的同僚战死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把美国人的命送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为什么年轻的命、生命、宝贵的生命要死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这是对的吗？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来思索未来所谓的中美关系也好中美关系架构下的这个美中关系、美台关系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已经图像非常清楚了，好，跑不出去了。好，这边同样请教一下郑亮刚刚其实我们在谈中美台关系的时候，中美才是那个大架构。那刚刚介大使就不断的强调说，要先看川普要什么。对，我们其实就要问，川普现在他心目中的对中政策、对华政策，他想达成什么目标？那么他关税其实只是他的手段，但他最终要的是什么东西？而他要的这些东西，北京可以跟他交易吗？那双方交易的过程当中，台湾有可能被交易出去吗？交易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川普首先跟中国谈的就是贸易顺差啦，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多买美国货那第一个大概是美国农产品那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会跟美国谈中国一定会说我要买更多可是你不卖我那基本上中国大陆经过这6年的贸易战也有了底气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出口占 GDP 只有16%，对，然后出口里面到美国的只有15%，所以总共5000亿美元，我算过占它的 GDP 的比重3%，2.4%，更低所以真的要对杠我认为中国也没有在怕啦，因为坦白说，这个中国的东西卖到美国，大部分是中下阶层在用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搞60%，你中下阶层就先造反嘛，你受得了吗？而且你没有我，你还真的买不到。比如圣诞树要去哪里买，对不对？工具箱要去哪里买？所以在台湾有一种说法说美国完蛋，中国大陆完蛋了，会有大量的产业要出走了。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讲我们在看他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应该是要去关注要不要包括这个有岸外包的国家啦，墨西哥、越南然后泰国，要不要通杀？如果这样就真的有影响了。可是他会这样做吗？不知道那如果是在中国大陆本土生产的，我坦白说，大部分是必需品你真的有地方买得到那么大的量吗？我非常怀疑啦而且这么便宜，对，又有一定的品质，沃尔玛大概超过50%是中国货，对，你怎么取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我昨天在听那个国发会刘敬清在那边讲，我就说你根本搞不清楚现在中国卖给美国是什么东西刘敬清还说，有些台商会退出，那搞不好我们有转单效应，你做得来吗？圣诞树你做得来吗？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川普是这样啦，就是他就是思考都是经济，他对地缘政治也不熟那这个就是他跟那个共和党的 Deep State 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记得他刚当选的第1年，他还要从韩国撤军呢，对，被人家劝阻，对所以我坦白说，他对地缘政治没有太多想象，我不认为是这样他只是看到中国在壮大，那在很多领域在挑战美国，那他要打赢中国，我讲的不是战争就各领域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盘点哪些领域美国遭到中国的经济科技上的威胁然后要试图在那些领域要有一点着力那如何着力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可是就是比如说你连太空竞赛都快输了要登陆月球，眼看你也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这个大概是他看得到的啦没有人家他说，你看人家马斯克的火箭是怎么回收的，中国办得到吗？我知道了，可是那个不是到月球嘛对啦，那个是个别的项，那也有赫伯也有到火星的计划对不对？可是我的意思是，他就是样样不想输中国了可是我坦白说，他上台之后，他第一个看到的不会是
美中台关系啦，不会啦。你觉得他优先顺序看到的是俄乌战争？因为他第一个先看到俄罗斯跟中国绑在一起，他知道这样对美国不利，所以他要，我认为他会希望能够对普京能够有一个 deal。那普京一定会要求美国，你要解除部分的经济制裁嘛，这是必然的嘛，不然我俄乌战争停打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因为他是占上风乌克兰是在溃败当中所以如果不是你让我重回国际社会，然后解除，因为他现在经济制裁超过22000项，那这个只有美国喊话能够处理，尤其是川普那欧洲才能够跟进嘛。我觉得这个大概是。这才是他的优先事项。对，所以你觉就是俄罗斯你觉得在经贸上面的中美，他要去平衡贸易逆差，或者是在科技或者其他产业的竞争这件事情，在明年2025年不见得会立刻上演，可能要到2026。我认为是这样啦，就除非赖清德又惹出事来了。我认为一个观察点就是元旦文告了。明年赖清德如果再说两国互不隶属，那可能中国大陆联合利剑 A 又开始了，那刚好就在川普就职前，那川普怎么能忍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考验点是赖清德啦，就赖清德你要不要给了川普一个面子那元旦文告就软一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川普当选台湾很危险，或者你从逆向思考来看。川普当选，他跟北京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管控台湾管得更严的情况。我认为双方都变严，因为他们都一定会认知到2027年的戴维森窗口嘛。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在西太平洋真正确定是输给了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大陆有了武统的条件然后那一年如果习近平确定要当第4任，那3月两会就出来了。OK。好，所以明年的元旦，赖清德的元旦的这个说法很重要。所以香蓉，你怎么去看这里面的中美台大架构是中美？其实大架构应该是北京跟华府的谈判。当然是北京跟华府，最少在这2-3天的时间，我们看了世界各国对于川普的当选的反应跟祝贺。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只有中国的道贺是站着讲话的，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跪着，或者还有趴着，几乎都是一样。我们看到的各国的领袖，在文字上面都是道贺，但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道歉，用道歉的姿态在道贺。譬如说，你不管是看到小马可仕或者是看到肖兹或者是看到冯德莱恩，冯德莱恩是很差的，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的，包括了石破茂，虽然跟之前的岸田呢不是同一个，但石破茂以及呢去唱了 American Pie 的文在尹锡悦，其实他们真的都是趴在地上道歉，那是道歉，那不是道谢。可是中国的所有的字里行间，央视代表不是习近平发脸书或者习近平发推，也不是呢录一段视频画面讲话，是由央视呢代表发言，央视的发言的那段的叙述，每一句话都是平的。我认为中国是非常在乎呢，不要给川普错误的讯息。中国没有要跟你鞠躬，没有那个可能性。所以基本上面是用平视的、平起平坐的方式，用非常平的语言，就是一般性的跟他道谢。他已经预告了中国对于川普2.0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那未来的世界呢，会朝哪个方向走？我们基本上因为它有一个系统性的混乱，所以大家在重新的做系统性的整理的时候，你想它连人事都还没有出来，所以眼前我们都只是基于旧的经验开始去想未来可能会这样。总而言之，大家都知道未来会很不一样，会很乱，所以很多呢都很紧张。可是最少中国用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态度，就是呢等着你
等着你出招。到目前为止，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元首都对于美国选举发表过意见，而且几乎都是站在希望贺锦丽胜选的立场上面，仿佛自己呢就是美国深层政府的外围机构，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样，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冯德莱恩啊、肖兹啊等等，不知不觉都把自己打扮成深层政府的外围机构。没错。可是中国并没有，中国从头到尾选举过程当中呢，不干涉内政，不讲任何话，选完了之后呢，平铺直叙的反应。好，川普因为。我认为我们在看川普的时候，川普是一个非常受到个人商业经验的局限的人，是，就是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所以他的所有的风格跟态度跟他个人一生的商业经验是有关的。他的商业经验，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当他商业遭遇到挫败的时候，他的挫折感很重，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其实妥协性是很高的。他什么都能接受。我认为回头去看的商业界，不需要看他的政治表达，他的政治表达是不精准的，他的政治表达是非常洒狗血的，是非常表演式的。可是你看他过去，当他的川普集团快趴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他是可以跟那些呢融资的机构啊等等低声下气的讲话的。连大声回应呢都不敢，川普是这样，所以我说你今天看到他固然是一个强势回归的姿态，今天大家呢讲到川普，你觉得有些人在道贺的过程中，你都觉得他脚在发抖，你听他讲话，你都觉得他声音是抖的，那种的感觉是因为你太局限于呢这几年的时间呢美国政治的转变。对，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因为大陆呢现在呢就是呢严阵以待。刚刚两位都已经分析得很好了。其实这几年的时间，川普的第一任期呢，他终究呢对中国干了五件事嘛，他发动了贸易战。对，川普未来他就是两套工具，他说对外的税不断的拉高，对内的税不断的降低，所以你看他利率要低，然后这个企业税呢要降低，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呢所有像这种小市民的这些呢小费啊都免税啊等等，对，所以对内的税尽量低，那我减下来的这个税怎么办呢？对外的税尽量高，所以它不是只针对中国，外税增加，内税减少，所以它的冲突一定会在外面，在内部呢，它会采取一个比较讨好的姿态。第二个就是说，在大陆方面来讲，你打贸易战、打科技战，尤其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大家对于孟晚舟被抓这件事情，你太低估了对中美之间的影响。因为孟晚舟被抓了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中国科技业背景的领袖、企业界的老板敢到美国去。这是多可怕的事！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么深，世界工厂蹲跟世界市场之间的对话，连习近平去年去参加 IPEC， 习近平亲自到美国，才跟拜登见面，他也跟美国企业界呢进行了晚宴参会，身边没有中国企业界的人。这跟2013。西雅图夜未眠很不一样，你知道2013嘛，对不对？对，你知道抓孟晚舟的影响有多大吗？就是中国的企业界，今天即使中国经济不好，他们可能到新加坡，可能有的到香港，有的到日本，有的到巴黎，他就是不会去美国。这跟了2020就是在孟晚舟事件之前完全不一样啊！孟晚舟事件之前的时候呢，你看到马云等等这些人跑美国是跑得很勤快、很自在的。今天呢？中美之间的企业界的交流，不要说呢贸易多少，交流是断的。这个其实呢是中美之间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企业界呢可以到中国，可中国企业界不愿意也不敢去。我哪知道我的科技业的背景？你连抖音呢都要干倒了，那我哪敢去呢？再加上呢之后的就是疫情的期间，不断的去挑拨反华的情绪，贴上一个 China Virus 的标签，所有的华裔亚裔的紧张，甚至于到最后呢，针对呢外交战呢，把休斯顿领事馆关了，中国关了你成都领事馆，这种的外交伤害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恢复。1.0 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川普1.0的 shock， 可是2.0，我认为中国反正我已经知道你的招数了，这跟我们打麻将一样，新手上来，我搞不清楚你牌路的时候，你可能会赢钱，可是呢打个八圈之后，你大概就准备输的。这个呢是经验值的问题，所以眼前呢看待川普的时候，就是呢严阵以待，他一定会有很多招数，但是他不是没有弱点，不用怕。
我说你看待他过去他自己的企业集团要瓦解的时候，他那个衰样子，他是曾经有损衰很落魄，然后呢，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呢，沿着脸去求和，希望媒体对他友善一点，那些你都看过。你没有看他衰的样子，现在是他气势最强，在开趴封神的时候，不要以现在为准，等他就任之后慢慢看。好。Yahoo!